那个，这事儿跟那个夏欢欢的家长什么关系啊？亲戚？哼，亲也没见多亲，多管闲事儿。什么叫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？我算见识到了。农夫与蛇，东郭先生与狼。行了，你这分分钟都出一动物园了。不是你说我好心好意，拔刀相助，对吧？你不感谢我就算了，还反咬我一口，有这样人吗？刚才不说了吗？娘俩是背地里说的，这当面肯定不会这么说。谁人背后不说人，谁人背后不被说呀？啊，就是因为背地说的才是心里的实话。你只要觉得你做的是对的就行了。当时我要在现场，我肯定跟你一样，我也拔刀相助。但是我真没想到钟毅对子由那样啊！我先前听了一耳朵，大差不差。就算我听错了，还有蔡菊英呢。他平时倔是倔着点儿，但是还挺阳光的，怎么能对学生这样呢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还好欢欢不在他班上。哎，正义路人的道义我也算尽到了，这把我气的。啊，别生气了，来，看好。干嘛？QQ 音乐走起，再来一趟夏式马杀鸡，有没有觉得没那么生气？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你别闹，你不要去打球吗？你去吧，我一会儿去接欢欢。难得孩子不在家，咱们不抓点紧？哎呀，你别闹，讨厌，我没心情。你想什么呢？我说的是给你按摩。来，按了啊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讨厌啊？快点，好啊！来，给你好啊！先放松啊，气得肩都硬了。不生气，他生气不是？就是。我们家丽丽平时很少发脾气，一遇到你们家那位，就天雷勾地火。她回去反应怎么样啊？我早上出门游泳了，还没跟他照面呢。她没跟你联系，那说明没什么大事啊。会不会是个误会啊？按说，钟毅真不至于对孩子那么过分。对哪个孩子？我们家子由。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啊。到底怎么回事，哥？你妈呢？妈出去超市了，说一会儿就回来。子由啊，爸爸问你啊，今天钟老师是不是骂你了？他是就骂这一回啊，还是经常这么骂你啊？钟老师进了择处之后，脾气比以前坏多了，经常会发火，一发火就骂人。他是只骂你一个呀，还是全班都骂？我觉得钟老师好像不喜欢我了。他说如果我按照他的要求，根本就进不了金牌班。他就从来不骂米特。我觉得钟老师好像是生我气了，因为妈妈之前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老师对家长有意见，拿孩子撒气这事儿，你知不知道？大惊小怪，哪有那么严重啊？这事儿还不严重啊？这搞不好变成课内霸凌了，这都。钟老师还是很负责任的。子由自打进了金牌班之后，进步非常明显，成绩过硬那是看得见的。老师说两句怎么了？我们小时候，老师还打手心呢。妈，我真的不想上钟老师的课了，能不能换个老师？你说什么呢？
好不容易进的金牌班，哪能说换就换？那老师要是太过分的话，咱也不能不管啊。没什么过分的，就是语气差了点，有时候说气话，我都听了，没事儿。你听过？你早就知道这事儿啊？哎呀，都这时候了，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平常没见你对子悠的事儿这么伤心，怎么，今天你也下君山？南丽都出头了，这事儿肯定不是随便说孩子几句那么简单。哪儿都有他，我做饭去。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，我就去择树调监控。择树的监控是你随随便便能调的吗？那我让我爸妈去，这事儿还能比进金牌班难？你能不能不像个小孩子一样啊？你也知道进金牌班难。我是孩子他爸，我总得知道孩子在择树经历了什么呀。现在知道你是他爸爸了。其实，哎，真的没有那么夸张。南丽就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，就是想拱着咱们家做出头鸟。你门口石狮子，踢一下动一下。我说了那么多遍，记不住是吧？脑子里什么东西啊？混凝土啊？木头啊？木头我都教会了呀。我是不是每天要在你身上浪费时间？榆木脑袋吧？你来这干嘛来了？没长脑子，每天要在你身上花时间。验算，说我听的是吧？9个人45分钟，你问你老要不要上课啊？不要上课，趁早走。我费这么大劲进个金牌班，老师这么跟学生说话，啊，什么门口石狮子3年都什么碰一下踢一下，脑子里全是混凝土。哎，这是老师跟学生说的话啊？这些你以前都听过了？这又是什么？你给我看这干嘛？你看看，有得必有失，对不对？其他的都是虚的，孩子的成绩才是实打实的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。你管这叫虚的？你家孩子被人骂了，当众被人羞辱了，你管这叫虚的？哪有那么严重啊？怎么就当众羞辱了？你小时候不挨骂呀？还不严重，这还不算羞辱。我发现你现在满脑子全是什么高分啊、名校啊、出人头地啊，你从来没想过孩子到底能不能顶得住。跟孩子的未来相比，这点小挫折确实可以不在乎。钱雨楠，我平常知道你疯，我没想到你疯成这样。我平常也没看你那么关心孩子的学习，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时候当烂好人拖后腿啊？这2次都不及格啊，这才只是随堂测试而已啊。欢欢，你自己有没有好好分析一下，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？陈老师上的课我有点听不懂。听不懂？怎么会听不懂呢？你跟爸爸妈妈好好说说。觉得奥数好难，认真听了呀，真的就怎么也听不懂。欢欢，你别着急，爸爸明天去找陈老师好好聊一聊，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。你先写作业。
先看看别的吧。这不对劲儿啊！这么辛苦上培训班，这是为了减轻欢欢的压迫感。这么一弄，这不双重打击，雪上加霜了吗？是啊。那个陈老师你接触过吗？他是什么风格的老师？我就接送欢欢的时候跟他打过招呼，我还真不了解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择数允许家长旁听，我一会儿在网上注册一下，我先听2节课。这是最直观的。那我去把超超接回来，我妈这2天腰疼，别让超超闹腾的。那我再陪陪欢欢，咱们都压力大，他肯定更郁闷。去吧，去给他爱的抚慰。快去快回啊！那时间的反比，时间和速度反比是不是已经出来了？那就是4除以32等于0.125倍，所以甲车这个返回的速度是原来的0.125倍，听明白没？好，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，大家该喝水啊。喝水。你吃点水果。爸爸先放这儿啊，你想什么时候吃再吃。妈妈给抽茶。好嘞。哎，这位家长你好。你好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，我总觉得这个陈老师讲的太快了呢，好些我都没弄懂。您头一回来啊？头一回来听不懂正常。那陈老师的风格啊，就是简单粗暴，课堂上的知识点都是直接给解题技巧，而且他只讲一次，您可得记好了。他一直这样。哎，其实不光他一个老师这个风格，整个择数所有老师差不多都是这样。那再过一阵儿就该大规模刷题了，其实现在差不多已经开始了。这怎么能行呢？这不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吗？哎，但是孩子进步明显。那倒是，尤其是头2周进步确实挺明显的。是，都懂得呀。刚进来的时候，这考试成绩都会有短暂提高的，那是因为培训机构要给家长一些甜头，让大家伙听到钱响，那么就会帮孩子们突击一阵子，跟打了兴奋剂似的。等这药效一过，可不就跟不上了吗？陈老师在呢，没事儿。啊，你好，陈老师你好。哦，你是夏欢欢的家长？对。哎，来坐。哎，谢谢啊。您找我什么事儿啊？陈老师是这样啊，想跟你沟通一下孩子的情况。欢欢回家反映啊，课堂上他很多内容听不懂，有点跟不上进度，所以想跟你交流交流。
这跟不上进度呢，正常的，因为我们这个是竞赛班，教学进度是比较快的。对，但是今天听下来课吧，我也觉得是不是这不能光赶进度这题就只讲一遍，然后直接给解题步骤，孩子根本没有思考。这个是需要基础的。那你说你的孩子听不懂，那别的孩子听一遍也就听明白了。你这个还得从自身找问题吧。但既然是一个班的，又是课外特别补充的培训班，是不是应该兼顾到每个孩子不同的特点？这怎么兼顾啊？你说大家的时间都是宝贵的，我不可能说因为你们家这一个孩子就放慢整个班级的教学进度吧？你说是不是？这样，你要是实在觉得困难的话，我建议你报一个提高班。女生嘛，理科确实都不大行，那到了高年级后劲儿不足，正常的。这跟男女有什么关系啊？都知道孩子的学习一般规律是不断的重复和巩固，如果只讲一遍，然后就大量的刷题，这不成填鸭了吗？你是老师，我是老师啊，你说填鸭就填鸭呀？你是老师，我告诉你，教都是一样教的。那你的孩子脑子不灵光，反应不行，你怪我呀？陈老师，你是老师，孩子尊重你，你当孩子面说这话不合适。我告诉你，那孩子的天分是有高有低的，你早点接受现实比较好。如果这就是你的教育理念，你干嘛在这误人子弟？你怎么不去喂猪啊？你说谁呀？我说你误人子弟，你为什么不去养猪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我说你怎么往外扔开？今天我就……爸爸，你们别打了！打架了，你看，看，这边打架了，你看，路，孩子就不配上棵树。爸爸别打了！爸爸，别打了！夏先生，您看，要不让他先回去备课，咱们到我办公室沏上茶，慢慢聊，好吗？我哪儿都不去，就坐这儿等警察来了再聊。陈老师，咱们是从事教育行业的，也是文化人，怎么跟社会小青年似的，还跟人动手？社会小青年可不背这锅。现在的社会小青年文明得很，红灯都不闯一个。像这种一言不合就动手的，开天辟地我还见的头一个。碰到哪儿没有啊？没事没事。吓着了吧？啊？不是谁先动的手啊？他说我误人子弟，还说让我养猪去。是不是误人子弟？你心里没数吗？但凡是一个基本合格的老师，都不会恶意贬低自己的学生，尤其还是当着孩子的面儿。陈老师，我女儿电话里都跟我说了，可能因为你还没结婚，不大能体会做父母的心情。我们爸爸平时脾气很好的，但是脾气再好的人都不大能接受别人贬低自己的孩子，没办法，这是做父母的天性。是，这回肯定都是我们的错。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不管怎么样都不应该动手。哎，对，所以咱们还是这个以和为贵，是吧？不过陈老师啊，我作为家长呢，还是想表达一点小小的疑惑。照理说，你应该也是专业师范院校毕业的，基本的儿童心理关照意识应该是有的。还是说，你其实还没来得及考下来教师资格证？哎，不会的，我们泽处是正规机构啊，所有的老师也都是正规渠道聘用，证照都是齐全的，这个话不好乱讲的。是吗？在我个人看来，见叶而知秋，这件事情本身就反映更深层次的问题了。崔经理，泽树是行业的老大没错，但是如果只看成绩分数吸引家长砸钱，对这么小的孩子上丛林法则粗暴填鸭，对身心健康根本不在乎，那是绝对不行的。孩子是什么？孩子不是流水作业上的产品，是活生生的人，是每个家庭每对父母捧在手心的宝贝。
我们爸爸人实诚，今天就直接提出来了。别的家长不讲话，也不代表心里就没意见，这个你有数的吧？陈老师，对不起啊。站起来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冲动了。我也冲动了，我也跟你赔不是，对不起。刚才动手的事儿可以翻篇不提，但我觉得你应该给我女儿一个交代。欢欢，老师刚才说那些话呢，没过脑子，肯定是不对的。老师给你道歉啊。没关系，陈老师，我不生您的气了。哎，我是夏君山同志，我跟你结婚10来年啊，从来没见你跟谁红过脸。今天你可真行啊，这一步到位，直接上演全武行啊！不是，大人之间怎么都行，但是他不能跟孩子那么说话，那能忍吗？哎，夏黄花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这事儿不许学爸爸，不管怎么样，打架是不对的。可是我就是更喜欢爸爸了呀。哟，宝贝真贴心，爸爸一辈子都帮你啊！咦，你们俩太肉麻，我受不了。跟女儿你还吃醋啊？你行不行？嘿嘿嘿嘿。老师上镜还挺帅的，虽然头发也没梳整齐吧，但莫名有种凌虐美，超 A 的。是受不了你们这种脑残粉。你懂什么？哎，话说那某教育培训机构指的是不是就是曾树啊？听说老大的女儿就在曾树上课。是曾树没错，都上热搜了，说什么择树霸凌学员。夏老师真够厉害的。那能不厉害吗？那是他宝贝女儿，她眼珠子。哎，老大，我帮你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啊，脸上有翻裂啊！老大，哎呦，虽然这是事实，但是你这么突然表白，能说一下理由吗？这个。啊，点击量这么高啊！看起来文质彬彬的，没想到这样的人啊，那是祸害孩子。这都能当老师，怎么放心把孩子交给他们？之前还有个钟老师，经常辱骂学生，家长都闹了好几次了。哎呀，这个钟老师背后的料可真不少。钟老师之前违规办辅导班，是被丰团小学开除的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敢这么对孩子，太过分了！常浩然，你们几个慢一点啊！慢点跑，慢点跑！喂，哎，王倩妈妈，没看呀？怎么了？哎，好的。哟，
呦，你咋了？改人设了啊？淑女不要了？你怎么样啊？我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幸福吗？我给你发那个信息，你看见没？看见了，但是我今天又不在学校，这事儿我也不知道呀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淡定啊？我有什么好不淡定的呢？哎呀，这事儿该着急也是崔经理着急吧，对吧？而且陈老师真是厉害，把我师哥那么一谦谦君子给弄着急了，真蛮惊喜的。说什么呢？我跟你说的是评论，那个帖子评论底下好多人说金牌班老师骂学生，不是你吧？夸张。现在就网上那些事儿，什么事儿不夸张呢？我就是批评了严子悠2句，但是严子悠妈妈那么事儿的一个人，她都没有说过一句话，然后其他人也就是吃个瓜看个热闹而已，对不对？子悠妈妈什么也没说，一句都没有说。没事的啊，把心放肚子里啊。猜猜我晚上给你做什么好吃的？毛血旺呗。对，那还不做饭去，干什么？空口吃啊？软一点啊！哎呀，子悠，你能不能快一点？要迟到了。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门会就让大姨。早饭吃了吗？还没有。把这个拿着吧。谢谢大姨。谢谢啊。我本来是要带他去泽树那边吃早饭的。我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，但是遇上了，眼睁睁看到就不得不管。网上的帖子已经传开了，你看到了吧？为什么会群情激愤？因为那是当家长最正常的反应。好好上课。喂，你好，泽树。是。是，我是负责人。是。对这么小的孩子上演丛林法则、粗暴填鸭，根本就不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哎呀，这镜头真的好显胖啊，陈能量好大呀！哎呀，根本没有人在意你胖瘦，都被你的慷慨陈词给感染了。这事儿这影响力呀，真没想到。看这网络自媒体的传播真是惊人呐！哎，看来这泽树招的民怨也不小。但是这个现在舆论重点有点跑偏啊。偏哪儿了？钟毅跟蔡阿姨还有你，就你也在场那个视频也给发上去了，而且点击率比我这还高呢。钟毅的简历还有他被风帆辞退的这些事儿全给扒出来了。被人肉了啊！哎呀，信息社会啊，没有秘密，人人都在裸奔。你说本来我跟陈老师的事儿，怎么拐到钟毅身上了？性质是一样的，都是老师对学生态度粗暴、言辞不当。哎，我早上碰见田雨岚带着子悠赶着去泽树上课，子悠那孩子可懂礼貌了，每次见到我都主动打招呼。
越是这么懂事的孩子，你越不能逼他。你说好端端一小伙子，给逼得缩头缩脑的，这当妈的也真是舍得呀。是，我在泽叔也遇到过他几回，比原来闷多了，都不怎么笑了。正好跟你商量啊，你说这事儿闹成这样，再去陈老师班上上课，大家见着都尴尬。再说泽叔这教育方式也不大适合欢欢，不行，咱们退了吧。不是，你忘了咱们费多大劲才进去的了吧？是你忘了当初咱们为什么这么做了？送欢欢进培训班，就是觉得怕他跟不上课内的进程，防止他有挫败感。结果搞来搞去，这泽叔对他没有一点正向的鼓励，反而双重挫败了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你再好好想想吧，反正这事儿也不急于一时，我也再想想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哦，腿麻了是吧？你讨厌你！不是长麻不如短麻。来来来，死定了你！哎呦，烦不烦你？这么晚还不睡啊？那我先睡了。严鹏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要跟我冷战吗？你儿子也跟你一样，对我不冷不热的。我一天天从早忙到晚，累死累活的，我是欠你们爷俩的呀。网上帖子你看了吗？不是我说什么，这泽树真的有大问题。那又怎么样？又怎么样？听你这口气，还挺得意，挺幸灾乐祸的。泽叔是霸凌学生，是欺负子悠了，证明你对了，我错了。然后呢？要考翰林，光靠课内是不够的，还是得到外面去上课。所有的培训机构，泽叔是最好的。如果泽叔被拉下马，你能找到比泽叔更好的机构，比金牌班更强的班？可是翰林，为什么一定要上这个翰林？为了这个翰林，你要把子悠逼到什么样才肯收手啊？说来说去，你就又说回去了。我最恨的就是你这一点。我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你倒是给我一个解决方案啊！你没有，你除了指责我就是躺平了，什么都不干。你啃你爸，子悠没那么好命，没有爸爸啃，他只能靠自己。可靠消息，钟老师可能要被开除。鲨鱼不用带了，好不好？太大了，带小飞机就好了啊，乖。你拿这样吧。哎，我给他们新买的外套带着，拍照的时候多换换。好嘞。妈妈，哎，我想带这个。什么呀？这个。哎呦，这个拿出去太不方便了吧？哦，我知道。
真想带啊？带吧。快来看看衣服好不好看，喜不喜欢？这样子还不错，还第一品牌。对呀，给你装起来啊！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，森林公园目标出发 ，Go！ 我们去郊游。绑好安全带啊！这就是你们的本来诉求吗？钟老师不是他师弟吗？南丽，我们家孩子的事情，你出手表达一下不平，我很感激，但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吧？怎么了，钟毅？怎么了？钟老师眼看就要被辞退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我们金牌班的群里都在传，择书内部人员说的确切消息。你们和陈老师的事情在网上传的是沸沸扬扬的，现在连教育局的人都已经打电话打到择书过问了，而且重点问到了钟老师霸凌学生的事情，择书扛不住了，他只有主动辞退了钟老师，才算给你们一个诚意的交代。不是，我们不需要什么交代，我们跟陈老师已经和解了。可是这事情已经闹大了呀，就算你们不追究，不是还有社会舆论和上级部门吗？择书想要保住自己的牌子，就只能开除陈老师和钟老师。钟毅不接电话呀？找张老师吧，他们应该会在一起。眼下就是尽快联络到他们。他本人的态度很重要，他只要能够低个头道个歉，金牌班说不定还能保得住的。他要是那种肯低头的性格，当初他就不会离开风帆。欢欢超超，看来这公园咱们只能下次再去了，先送你们去外婆家吧。不好意思啊。没有。哎，张老师这儿呢。不好意思啊，路上有点堵。没事没事，我们也是临时约的。喝点什么？钟老师怎么没来啊？他跟我说他快到了，他乘公交可能慢一点啊。子悠妈妈，我在网上也看到消息了，怎么网络上说钟毅对子悠，具体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那事儿都过去了。老师嘛，对学生严格要求点，我们做家长的都可以理解。别看网上那些，言过其实了。其实约你们主要就是想商量一下，我们确实没想到陈老师的事情会波及到钟老师，所以想商量看看怎么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。太感谢了，钟毅他虽然有些做法有点极端，但是他有理想，而且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立志一定要当一个好老师，所以他性子急，遇事一急躁，方式确实容易不对。哎，师弟这儿呢。坐。喝点什么？钟老师啊，我们是听到风声，有点替你着急，想着大家坐在一起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案嘛。什么风声？上次我跟你们那个陈老师起冲突，本来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没想到后来又牵扯到你了，我挺过意不去的，就想着咱们谁牵扯到我呀？怎么牵扯到我了呢？我们听说择树顶不住舆论的压力，要辞退你。听谁说的呢？择书要辞退我，我一个当事人，我自己都没听说，你们反倒先听说了，这不典型的捕风捉影吗？
是这样。那要是确实没有影响，最好了。嗨，我们也就是关心则乱。谢谢。还有，你师兄上次跟陈老师冲突，一个字都没提你。对，网上有视频，你应该可以看得到。包括我也是对事不对人。喝点什么？我们先走了啊，我有课呢，不好意思，师兄。那我也先告辞了，再见。哎，慢走啊。也许真没受什么影响。受没受什么影响不知道，显而易见，咱们上赶子操心，人家压根儿不领情。我看你这个师弟啊，恐怕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师弟了。滴答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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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答嘟。时间慢慢悠悠，却从不停留。他知道什么都带不走，却从不强求。回忆胖胖瘦瘦，却从不忌口。他知道什么会总不够，也从不放手。哭的笑的像个孩子似的，一点点消失，甜的咸的，好的坏的拥有才记得，当然是失去才会更深刻。恨不得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心怕掉了，不在意都是假的，在心里偷偷的计算着对的错的，都是放不下才执着。还好是自己走过，就会知取舍。时间慢慢悠悠，却从不停留。他知道什么都带不走，却从不强求。回忆胖胖瘦瘦，却从不忌口。他知道什么会总不够，也从不放